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啊。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是第1249题，所谓的 Minimal Remove to Make Valid Parentheses。基本上它就是最小的去除，使得它这个刮弧是有效的。好，那所以它连续好几天都是出跟括号有关的一个问题啊，基本上括号是要对称的。好，它有所谓的左括右括啊，或者你要说是刮弧开启或刮弧关闭也可以。那基本上它的一个字串呢 ，S 呢它是有左括右括，还有英文小写的字母。那主要的一个要求是你要去掉一些括号嘛，哈，不是左括或者是右括，哈，在任何的一个位置都可以。那主要是要让它的一个括号呢，它是有效的。所谓有效的，当然就是左括跟右括它必须是是吻合的嘛，好，所以那请你返回的是任何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字串，好。好，它这里就说明所谓一个 parentheses string 啊，它是有效的啊，所以有刮弧的一个字串是有效的话，它有下面的一个等价条件。第一个可能性是它就只有小写的英文字母啊，它就没有任何的刮弧啊，或者呢，它可以把它写成A 跟 B 的一个两个有效的这样的字串的一个连结啊，当然 A 跟 B 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字串啊，所以它这个定义是用递回的方式去定。好，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你 A 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刮弧的一个字串，然后外面再加左括右括啊，这样当然也是啊，所以它这边的一个比较定义上，它是用比较递回的方式去定义，好所以这边你要弄清楚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去看它一个相关的一个例子，好，然后我们看到它这边的例子啊，这边的例子当然我们第一个它当然是就用它的LeetCode 相关的一个字串，那我们观察一下像这边就左右所以它有2个左括，3个右括所以原则上你右括这个多一个嘛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在去除适当的右括，应该就是我们的答案嘛。所以他这边就说 OK， 他这边把第一个右括把它去掉这个当然是 OK。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把第二个右括把它去掉这也是 OK 的所以他这边所提供的一个答案。所以这边当然很清楚这边就是一个例子。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它这里它先右。那如果说你的右括出现之前没有任何的左括，或者是说你的右括多了一个，那当然这个右括是必须去除的。所以呢，这里呢，它答案也就是将这个右括去掉，去掉。那其实从这个例子，我们大概可能可以设想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另外第3个例子呢，这边虽然是左括右括的个数是吻合的，但是呢，因为它是先右括2个右括，然后再2个左括。所以这里的情况当然就是你的括号都要去除掉，所以这3个例子说明我们这所谓有效的刮弧字串
含有刮弧的字串。那它这边的 constraints 是说，我们字串长度最长可以到10万。那我们的字元不是左刮就是右刮要不然就是小写的英文字母。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大概是怎么解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好，那我们大概解题的方式，我们是采用所谓的 two-pass solution 所以就是我们要走访2次。好，那走访的方式呢，第一次当然是顺着从头到尾。那基本上呢，我们去观察，应该来讲就是计算它左刮跟右刮的差那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右刮有多余的，我们就把它去除掉。那第二次走访呢，当然就是从右边往左嘛，所以它的一个走访应该是反向的，所以 inverse transverse。那我们这第二次的走访，当然就是要将多余的左刮弧这样去掉。好，那所以我们前几天应该碰到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刮弧字串呢，我们可以去计算任何字元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深度它其实它计算的方式就是说，你去考虑在这个字元之前的左刮跟右刮个数的差基本上你应该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深度就把它计算出来了。好，那所以基本上在我们的程式里面，我们就是直接去考虑这样的一个差，我们去计算它的一个深度。好，那什么时候深度会有问题呢？如果说你顺的话，你发现那个深度的出现负的，那当然代表就是说你右刮太多了。好，然后再来就是透过反向的一个方式。好，所以我们在第一次的走访呢，我们原则上当然就是说，我们就用一个字串来存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存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将多余的右刮我们都不要把它存进来。好，然后透过这样的 T 然后我们在第二次的走访呢，我们原则上是透过一个容器透过怎么比较适当的容器，当然是所谓double end Q 这个其实会比较适合的因为我们可以进行所谓的push from， 或者如果是在 Python 的话，就 append left 这样的一个指令。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指令呢，它也只有constant time用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double end Q 这样的一个 container 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在实作方面大概是怎么去解答的。好，我们的实作部分，我们当然是先用 C++ 来实作那基本上我们就把它的一个步骤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当然就是一般的transverse 顺向的所以我们这边就去计算每个字元的它的一个深度。当它的深度呢如果是大于等于0基本上大概就是在第一次的走访大概都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接就放在这个 T 的后面T 这个字串的后面。那如果呢它是小于0的话，基本上呢那个刮弧就是它基本上它就右刮的话，我们当然就不要放进去。那同时我们将这个 P 呢将它做归零的动作。好，所以这是第一次走访的部分。好，那么在第二次走访的情况呢，我们这里就需要一个容器然后我们这边是用Decrete用这样的一个容器。那我们当然就是做一个reverse 的一个方向所谓背后的一个方向去走。那我们
一样哈，每个字元我们呢也是去计算它的一个深度啊，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计算。好，如果它的那个深度的值是小于等于0，啊，基本上还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接将它 push 到那 Q 的前面啊，然后这边必须从前端把它放进这个Q double N Q 上面。好如果是大于0的话，那当然就是代表那刮弧是多的。所以这边一样，跟前面一样，也是将它做归零的动作最后返回的答案，那我们当然是要把它转换成为字串。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一个解答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实际上在 LeetCode 实作的一个情形。这里是我们在 LeetCode 的一个解答解答资源大概也是针对这里做一个说明。然后在这里我们是有一个例子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就是将它的一个过程逐一字元这样看它像在这边它这边右刮部分它就多出来了，我们所以在这边就在 O 的后面这个右刮它是多的所以我们就要将它去除。那这边后面2个这边也是做去除的动作所以第一次的走访当然就是要将多余的右刮将它做去除的动作所以我们在这边去除了好几个。好，那第二次的走访呢，我们原则上当然就是倒过来的话，我们主要是要去除左刮的情形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碰到了从后面往前面所以这个的左刮第一个就先把它去掉那最后我们得到的答案是这个。好，那这个部分，那我们看看右边的情形。所以我们这边拉过来一点，我们要执行一次。基本上这3个 case 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这边是有多了这个 case，我们把这边 Ctrl C， 好，那我们再执行一次。好，这 case 跟我们最后出来的是吻合的。好，那我们在 Python 上也有实作，那我们看我们在 Python 3上面实作的一个情形。在 Python 3的 code， 呢，我们就加上了必要的加上了一些输出，那我们就可以显示左边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这边一样让它执行一次好，所以这边它就会显示像是左边的这样一个情形。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再去更改一些例子比方说我们这边再多一些刮弧。好，那我们再让它执行。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好。